这根寒竹我要了。仙姑，丹房要我明早交足3根，少1根我会死。那是你的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一个空灵根废物，也敢拦我的路？不能恨，他回头我就没命了。老大，斧头坏了，我也受了伤，能不能把登记在我名下的疗伤丹给我？再借我一把斧头。疗伤丹我替你存着，至于斧头是你弄坏的，自己想办法。可明早的寒竹，丹房见不到3根寒竹，仙长问罪。名单上写的是你，滚！献祭一件工具，可得魔王赏赐。反正没有斧头也是死。你若要命，先拿这破斧头试试。一斧就断了。仙山之内哪来的魔气？你伤成这样，还真砍够了。差一点，仙姑拿走1根，我只能多熬一会儿。快去吃饭，我给你留了2个馒头。一斧1根，若让他们知道，我就不是杂役，是魔修了。剩下的替你们存着，免得你们乱花。多谢老大照顾。顾义兄弟，还是老规矩，劳你送回大槐树村，我娘、妻子、孩子都等着呢。放心，我少吃一顿，也不会少他们1文。平安，这1个月干得不错，明日起不用再砍柴了。老大要给我换什么活？去藏经阁伺候仙长，前面死了3个，正缺人。仙人抽到不想要的功法，随手一扔就是你的机缘。死人最多的地方，偏偏也是我唯一能碰到功法的地方。别踩，你前任昨天刚从这里铲走，还没洗干净。您就是清风大人？就是我。空灵根没修为，还长得不壮，王老大是真没人可送了。仙人进门，你跪着；仙人出来，你还跪着。抽到好功法，你别看；抽到垃圾，你更别看。看了会怎样？他就是答案。为何不直接教弟子该学的功法？人人都能学会，大仙师手里的秘籍、补习、指点，还怎么卖钱？你想捡功法，我不拦，但先学会一件事：离仙人越近，死得越快。我只想活久一点。这话像个聪明人。第一任多看了一眼秘籍，被挖了眼；第2任端茶慢了，被一掌打死；第3任就是门口那滩血。那我不看、不问、不靠近仙人，也不行。仙人喊你，你没听见，一样会死。所以跟着我，我跪你就跪，我跑你要跑得比我更快。来的是玄衣师伯，他从不杀人，是这山上最好伺候的一个。你叫什么？杂役张平安。空灵根，却让我看见血海，有趣。看错了，师伯，他就是个空灵根杂役，哪值得您费眼？刚才那一眼，他是不是看见了什么？玄衣师伯修的是灵眼，据说能看前后500年。你若有什么倒霉命数，最好离他远些。他真能看见未来。10次里能准9次，剩下1次，听说害死了他唯一的徒弟。从那以后，谁也不敢当面问。师伯这回得了什么神功？房中采补术，
老夫要它何用？一本功法就这么烧了？真正的传承不肯出世，这山门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别找了，没有完整传承，连仙人都宁肯烧掉，也不会便宜一个杂役。我只是怕挥眉扫尽，惹下一位仙长生气。玄天仙师门下玉鱼，今日再取一次功法，人已经上山了。听着，一会儿无论听见什么，都别回来。他就是抢我寒竹的人，那你更不能留下。你的前任就是被他一剑斩成两段。里面的人都死了吗？若半个时辰不见我出来，就往玄一居住的正阳宫跑。记住，只负责送信，别说是替我告状。玉姬背后是玄天，我们谁都惹不起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有编制，算宗门的人，他再疯也不至于为一本书杀我。若我今日再拿不到想要的功法，就拿你的舌头抵账。还不快去！耽误师伯的事，你有几条命？又是垃圾，是不是你们暗中换了我的机缘？苍金阁由风主炼成，弟子怎敢动手脚？不敢，那就是在说我没有气运。根本没有玄阴师叔，他把我支开，是怕我死。清风大人，我去找玄阴，我去找人救你。别去，他抽到垃圾功法，总得有人让他消气。你为什么替我挡？这里死的人够多了，再说我炼气3层，他不敢真打死我。完了，气还碎了。把眼睛收回来，弱者连恨都不能让人看见。以后你得伺候我吃喝拉撒，放心，我活不了太久，不会累你一辈子。什么东西能修复气海？太虚洞的玉髓之液，可那里早被采空，剩下的玉髓王连金丹都难破。金丹破不开，不代表这把斧头破不开。我若连一次险都不敢替他冒，修得再久，也只是活着的畜生。奉清风之命，前来清理飞洞。一个空洞有什么好清的？天亮前滚出来！成了。先把药送到，就算我真被这东西撑死，也不能死在他前面。有人斩断了玉髓王。这不是普通玉箫，这是玉血王的精华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废洞地上捡的，可能仙人不要了。玉溪将同门打成这样，玄天就是这么教徒弟的。快拦住他！罚得越重，咱俩死得越快。玉溪毁你修为，难道还不能罚？他不敢杀玄一，却敢杀咱们。今日跪一天，明日我们还能活。若被废了修为，他先杀的一定是知情人。为2个下人，师弟要与我翻脸。下人也是人，他今日能废清风，明日就敢屠一座城。玉爷，7日之罚。清风的气海已经碎了，他凭什么恢复？
能战玉髓王的不是人，是一件神兵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，为什么害怕？仙人杀咱们不需要自己动手，找个黑衣人一刀2个，谁会追查？你救我一命，我也给你一条路。这是我修了几十年的功法。我不知道你在藏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你不问我玉嘴从哪儿来？每个人都得藏一点活命的本事，你肯拿出来救我，已经够了。五行相生叫天灵根，越练越快；五行相克就是空灵根，练什么都互相拖后腿。所以，我注定不能修仙。慢不等于不能。别人1天，你花10天；别人1年，你花10年。只要不死，总能走。我照他练了几十年，几次差点走火入魔。你别逞强。原本呢？原本是我的命根子，当然不能给你。这一份我抄了1页，错字也照着原样抄了。你先记路线，感觉不对就停。不管能不能练，这份情我记住了。7000字，48000处错误。照此书还能练到3层，写书的是蠢货，练成的是天才。五雷正法，这真是功法，不是杀人的刑具。向天道命，本仙赌命。空灵根不是一无所有，五行相克到极处，万物归空，空中生雷。等等，太多了。这条路是我选的，不能让他再替我挡一次。城堡一次会死，那就一寸一寸的爆。不舒服就停，空灵根急不得。我没事，再给我1天。7天就敢气了？虽然比我当年慢，但空灵根能做到已经不错。您当年用了多久？1个时辰。修行慢就学门手艺。本草经里有草药和丹方，学会炼丹，至少饿不死。炼丹会炸炉？当然，丹房每年炸死的人比藏经阁还多。不过技术工赚得多，死也死得体面些。听你一说，我突然不想学了。现在后悔晚了，书已经给你了。师尊听说师姐误伤了你，特请你去正德院赔罪。我已经痊愈，不敢劳烦玄天仙师。师尊请你，你不去，我只能如实禀报。平安，看好藏经阁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正德院就在山上。赔个罪，为什么还不回来？道还让着他！张平安！
你就是清风身边那个杂役？回老爷，是我。清风说，他喝了玉髓王的汁液才恢复，那汁液是你给他的。老爷，玉髓王是什么东西？师傅，我早说过，他只是空灵跟废物，给他一把神器，他恐怕都拿不动。那你可曾见清风藏过斧头、刀剑，或一个黑色盒子？清风大人只藏过酒，还让我别告诉旁人。清风不会回来了，把这院子翻开，掘地摆账。是。玉髓王坚于玄铁，金丹也无法轻易斩断。清风突然痊愈，恰好玉髓王又断了，你说巧不巧？老爷，我只会扫地。清风大人不让我进太虚洞，也没说过什么王。一个下等杂役，师傅何必浪费时间？越不起眼的人，越容易被忽略。确实是个废物。师尊，地下全是岩层，没有法器反应。继续找，藏经楼从今日起归正德院接管。站住！清风若回来，你让他来正德园找我。老爷刚才不是说他不会回来了吗？你要去哪儿？藏经阁不要我了，回杂役班听候安排。大劫将至，山上的人都快疯了，去大窑，别回头。清风大人他……有些问题，活着才有资格问。玄天仙师有令，任何人不得下山。令牌可以放人，但封山期间必须搜身。张平，仙长，我身上只有清风大人留下的书和钥匙，没有法宝，也没有金属出奇。你一个杂役，倒穷得干净。斧头留在山上，清风也留在山上，我一定会回来，但不是现在。去大窑虽自由，却没稳定活计。若有机会出山，替我去大槐树村看看家里人。那个叫顾意的人，一直按时送钱。当然，他是高级杂役，有本事又讲义气。等孩子长大，我还想请他帮忙送上山呢。我若路过，一定替你看看。别人挤破头想上山，你主动放弃正式杂役。山上规矩太多，我胆小，想活得自在些。水云街115号，这是房产证明。你在大窑还有一座院子。朋友留下的。你说一会儿回来，骗子！献祭一本辅助技能书。这是他留给我唯一能谋生的本事。炼丹、炼器、种植、乐器，皆可献祭。你若把它变成垃圾，我连找谁赔都不知道。怎么还越变越薄了？凡人拘泥草木名称，只知其用，不知其本。炼丹所炼，从来不是草，
是五行。药材不同，只要里面的灵气相同，就能互相替代。变五行，除杂质，力循环，丹自成。若只看五行，遍地都是药材。天地无废物，只有看不见本质的庸人。看得见，不代表练得成。比例错一丝，救命药也会变成夺命毒。理论看懂和真会练，果然是两回事。最便宜的法宝3000仙币，我现在全部家当也只够你吃个边角。买不起法宝，就先学会赚钱。上等雪莲只要500，炼水灵丹10炉9成。我先看看。修仙不是向天争命，是先跟钱包拼命。穷成这样还学人炼丹，废料送你，别当生意。你们看不起的废料，才可能是我的活路。哥哥，买花吗？可以煮汤，也能驱蚊。这是什么花？五色花，山里到处都是。炼丹师说没用。1/10枚仙币，这篮我都要。真的？明日再采一些补给我。若你不回来，就当我看错人。3枚仙币1个时辰，炸坏炉子照价赔，死在里面租金不退。能不能便宜些？嫌贵可以自己在家炸。你拿这个炼丹？先试试，炸了也不心疼。你到底会不会？第一炉少了火，第二炉多了火，再来一次就进了。再等3个呼吸。要炸了！最后一炉，再炸，老板会把我们一起赶出去。开火。火灵气的味道，真要成了。稳住，准备开炉。里面若再炸一次，赔我10枚仙币。蓝黑花瓣属水，你不怕灭炉？火太盛则单焦，以水制火，正好闭环。这算炸了还是成了？你感受一下，里面有没有火灵气？有，而且没有毒煞，真是活灵丹。方向没错，只是杂质没除干净，出炉也慢了。炼丹不是把药草变成丹，是把没用的东西赶出去。师傅教过我控火，从没这样说过。成了，只是最劣等，离能卖还远。9朵野花，真能炼出3颗无毒火灵丹？配方是我的，以后免费给你一间炉房，丹方归我。免费的东西通常最贵。我找了1天1夜，只找到这些，钱还给你。你真回来了？答应你的，就得做到。以后每天采多少算多少，别熬夜，也别进危险山谷，命比花值钱。照这个吃法，我会先修成穷鬼。别人吃1颗，我得吃100颗。这不是功法，是吞钱的无底洞。张道友，还没突破，要不要换门普通功法？快了，修普通功法能活得轻松，却永远报不了仇。钱可以再赚，这条路不能回头。魔王大人，你这功法就不能温和一点？向天道命，仙藤可以不练？练！都穷成这样了，不练更亏。守住心脉，弃掉木气，可少受3成痛苦。五行缺一，神雷就不完整，我一分都不弃。
以后可能找不到了。已经够我走到第3层，剩下的钱拿去学门手艺，别一辈子钻神。这风里有魔气。救我！干！魔爪已经出现，还敢往前？不要命了！我家乌瓦被吹走，追到这里来了。魔拳会腐蚀灵气，沾上一滴，炼气修士3日内化成脓水。再靠近，没人替你收尸。仙师放心，我马上走。捡东西不算旧魔物，拿了就走，绝不多看。貌似捡回来，总不能只当枕头。谁家受损？开门登记。边缘有魔域能量，不是风刮的，是魔物穿屋留下的。昨夜我就在床上，岂不是差点被吃？怪风替魔物遮了气息，2枚仙币，我帮你把洞彻底封死。不是风替魔物遮掩，是风替我遮掩。无主空间可以藏不少东西。原主人也太穷了，难怪只剩1本书。原来真正的宝贝不是那袋，是这本书。朝朝拼命，创造此书的人没有活过30岁。能换就行，我本来也不打算练。神雷在此界太过显眼，以5行显化可藏根本。既能伪装，还能互相补充，那我以后岂不是不缺灵气？想得美！你只是把同一碗饭换了5种吃法。回来，别把仙人招来！杀招藏在里面，平日只给别人看外壳。神剑术。威力够了，控制还不够，更不能让人知道一个3层修士有这种剑。法宝7折，正好去看看魔王下一顿要吃什么。杀敌之前先杀自己，这剑不能这么练。全力只能13剑，以后若3剑杀不了人，立刻逃，剩下时间用来保命。能放也能收，才当自己的剑。刚才这里怎么一直打雷？威力可以见人，来历不能见光。低调不是怕，是还没强到能让所有人闭嘴。
宝、功法全场7折，今天不看，以后更贵。 7折若也买不起，看了只是伤心。2楼只接待炼器修士。原来师兄刚入炼器，请上楼。一颗500仙币，这不是买单，是给仙人标命价。 上品聚气丹，灵力纯正，穷人买不起，不是丹药的问题。杂役1月10枚，不吃不喝也要攒4年多。一把跑不过兔子的剑，抵得上杂役25年工钱。大哥，是我，听得清吗？听清了，真神了，真能千里传音！多少钱？开业特价，1块1500枚仙币。 仙子开阁济世，真是我等福分。药材在他们手里，商铺在他们手里，规矩也在他们手里。靠买单，我一辈子都练不成5雷正当。买不起仙人的丹，那就练穷人买得起的丹。 230多，2枚仙币，答应给你的。我说过，命比花值钱。一炉放200多，炸了，你可真的1枚钱都没了。在天宝阁，1颗丹能卖500，现在我只赌它能卖30。快撤！这一炉炸了，墙都得塌。花没了还能再采，钱没了就只能回去做杂役，退火3成。终于稳定下来了。再战1个时辰，加收3枚仙币。记账，先让我活过这一炉。 56颗，你用2枚仙币的野花炼出了56颗聚气丹。这一年你陪我炸了那么多炉，这是你的。1颗至少值上百仙币，你真给我？没有你控火，我连1颗都炼不出。 卖出去，修炼就能继续；卖不出去，明天就找活干。火灵37，木灵34，水星40，成色虽低，全是真丹。天宝阁500一颗，他只卖30，我要水灵丹。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别抢，以后练出多余的，我还会来。 先例执法，张平安，你犯法了！这劣质丹药是不是你卖的？是我炼的，也是我卖的。丹药成色低，但无毒，灵气也经人查验。真话，真话！我1枚造假，2枚伤人。 犯了哪条法？卖假丹只是小罪，你把聚气丹卖到30枚，扰乱大窑价格，犯的是恶意低价罪。穷修士买得起，我也能赚钱，为什么反而有罪？你卖30，天宝阁卖500，岂不是显得人家贵？若他们的丹更好，自然有人买。 若我的丹更划算，也该有人能选。真话，这里轮不到鸟替你讲道理。货物充公，所得充公，再判你5年苦役。管家放心，
坏市场规矩的人已经抓住。稳定价格，也是替仙山分忧。诸位办得不错。买单是假，调我出来是真。商家定价，先易抓人，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许我走。没人会来救你。谁准你们定罪的？队长，这可是管家的意思。执法堂姓真武，不姓天宝，一个初犯，也值得判5年。松绑！我的丹药和仙币，证物已经入库，不能退。人能走，就别不知足。后生，你有本事却不懂规矩，大姚所有能赚大钱的事儿都违法。天宝阁丹房为何能赚？因为他们背后有山上的仙师。你若也攀上一位，杀人放火都有人替你写成降妖除魔，活着比讲理要紧。快走，别再连累老夫。今日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至于他们抢走的东西，总有一天我也会记清。大槐树村是李四的家乡。筑基仙师带队，也不保证活着回来，还报名吗？报。那就签完再测一下你的修为。底子很厚，明日辰时镇口石狮集合。一家上百口全化成黑色脓水，定是黑水和蛇妖所害。尸体呢？怕毒气扩散，已经烧了。雷家死前曾有宝光冲天。什么宝物？小民不知，只知第二天雷宅便无一活口。雷家养活全村，更像全村养活雷家。若真是毒杀百人，毒气不可能只停在表面，有人清理现场后，故意留下蛇毒。村里可有李修长？或是他儿子李四的朋友？这是李四父母，这是他妻子，那边是他的兄弟和孩子。李家何时死的？很多年前，李四寄回的钱，他们一枚也没收到。谁杀的？就是那个年年替李四送钱的人。他杀完李家满门，还去雷宅喝了一夜庆功酒。那人叫什么名字？顾毅，高高瘦瘦，左眉有一道旧疤。他说李四早死在仙山上，李家的地由雷老爷接管。全村都知道，为何没人报官？雷家有仙人撑腰，李家一死，田地全归雷家，我们连命都是他的。如今雷家满门已死，你们终于能拿回田地，所以那场哭，是演给山上仙人看的。蛇妖只有300年修为，最多炼气8层，洞府却宝物众多，谁抢到宝贝归谁。但雷家丢的那件，必须交给我。不敢与仙师争。故意杀李家，雷家又替谁守着宝物？这2场灭门，背后可能是同一只手。蛇妖，出来受死！妖丹，金丹大妖！你们顶住！我去真武剑宗搬救兵！
师，我们还在这里。别人都昏了，我若继续站着，反而更像怪物。炼气3层，竟能挡住我的黑水网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能帮你活命的人。雷家不是你杀的，那件宝物也不在你手里。你们自称正道，却损穷人奉豪族，如今还要借雷家之死抢我洞府，谁更像妖？严增不是来查真相，是来拿宝物，这一点我们都知道。雷家得宝后，村民与万蛇谷合谋灭门，宝物早被万蛇谷取走，有人再泼蛇毒，把罪名推给我。你去向真武剑宗解释，他们会信吗？信一只妖，还是信能让他们分宝的罪名？我这座洞府就是最好的罪证。那就别证明你无罪，放弃洞府，让他们以为你已经死了。300年家底，你一句话便让我扔掉。宝贝没有了还能再找，命没有了，清白留给谁看？先转移小妖和真正宝物，再放走所有俘虏，最后留下能引严增入洞的假证据。他见过妖丹，还敢回来？他胆小，所以会让我们先进去；他贪心，所以看见别人抢宝，自己一定跟进来。雷家的护族大阵核心是引动天雷，而蛇类蜕皮时最是虚弱，若在此时被引动的天雷击中，即便不死也会重伤。真假掺在一起，更容易让人信。还缺一件能让他觉得不亏的宝物。仙师，我逃命时顺手拿了这本日记，你们可亲眼见他倒下？他皮只退一半就吐血，我们只顾逃，没敢拿洞里的东西。妖孽已是强弩之末，随我回去降妖，所有宝物谁先拿到归谁。冲进去！蛇妖若醒，我替你们压阵。蛇妖若真死了，好东西岂能落进这群穷鬼手里？胆小让你拿别人探路，贪心却会把你亲自送进来。你怎么毫发无损？我被气浪抛出来，正好落在树上，我也不知道。能得一宝也不算白来。去给伤者包扎。我与蛇妖大战800回合，可惜蛇妖临死自爆，10余名修士英勇牺牲。感恩仙师替天行道。他们进去前还说拿到宝物便回家娶妻。走，把舱门封死。坑里装的是严增的贪心，死的却是和我一样的穷人，这不算赢。放心，小妖都已转移，这些丹对我无用，算我还你救命之情。黑水网为何没让我昏迷？这正是你该小心的地方。炼气3层能扛我的妖气，你身体里藏的东西比你想的更显眼。神识穿墙，这就是炼气4层的破绽。根基尚可，用的也很稳。能修到4层，已经比做一辈子杂役强。没丹药，再赚就是。有没有既安全又收入稳定的工作？炼丹、炼体、驯兽都比较安全稳定。炼丹我会一点。有丹师资格证吗？要考炼丹36方、危机处理和丹道律法。一本都没学过。灵田管理员，月俸15仙币，包吃住。金系能除草，木系能催生，两者有一个就能是。灵田里五色花最多，住处又远离人群，这不是找工作，是给我送修炼资源。
4层修士本就少，火系一样能烧草，火也会烧灵道。罢了，实在没人，只能先用你。仙师且慢，我是炼气4层，金木双修。金木相克，你确定2种都能用？2种灵根分1份灵气，样样都会，样样稀松，别为了抢活信口开河。真是金木双属性，而且都纯的吓人。双修最好资源，他的气息未必浑厚。不用再排了，就是你，天生该来灵谷峰种田。只用3成便有上品纯度，内门弟子也未必做得到。今天半年后收获，照顾好了有赏，毁1株灵道，我便把你栽进田里当肥料。晚辈一定尽心。灵气也会催生杂草，金气要斩断根茎，否则今天除掉，明天还会长。这不难。忘了告诉你，吃过灵气的草也会逃命。我当年一天砍10棵寒竹，如今若连1株草都收拾不了，修这4层还有什么用？金系除草不是砍叶，要先用1剑封住地下退路，再用另1剑断根。向左3寸，下前2尺，见金气就往水边逃，规律记住就不难了。你若不种田，去学剑也饿不死。明面替灵谷峰除草，暗中替自己备丹，只要灵道长得更好，没人会在意少了什么杂草。田整洁，根气足，收成至少多2成。张平安，你做得不错。谢长老赏赐。先别高兴，收割若出差错，剑和人一起收回来。魔王大人，这次不是垃圾，3000仙币的飞剑，够有诚意了吧？别人御剑驾云，我踩脸盆上天。飞天魔盆，日行万里，入水不沉，入火不焚，百毒不侵。难看归难看，保命是真能保命。工具最好能换1只丹炉。往年3个人收半月，你1个人10日便做完。长老没看错人。仙师若愿意帮忙，还能更快。我负责监督，监督也是很辛苦的。这半罐不满数，长老也未必记得，卖出去至少5万仙币。仙师的意思是，2-1切作5，你我各得2万5。你种100多年田也挣不到这么多。没有第3个人知道，只要你点头，我有门路出货。这钱不能拿。你是不敢拿，还是想独吞？2品灵米只有灵谷峰能出，市面多出1粒，天宝阁都会顺藤摸瓜，卖的人、买的人、种田的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
那我们自己吃，谁能知道？灵米入体，数月都有气息。铃木长老若只是随口一问，你我敢让测灵时查吗？不错，这是长老给你的考验。你若真点头，今晚便会被打断腿赶下山。明天你过来找我，你可以提一个不过分的奖励。若我答应，他能说是考验；若我拒绝，他也能说是考验。上位者挖的坑，从来不需要提前决定答案。你天生适合种田，学炼器只会烧钱。冬日无事，我想拆开看看，当做练手。这炉连回收都不值工钱，你能搬走就归你。完整时算工具，碎了应该也算吧。魔王大人，别看它破，生前也是丹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魔王大人息怒，下次我一定挑一件还看得出原样的。这是用垃圾换来的。乾坤炉可炼鬼、妖、人、地、天5等丹药，拿它炼聚气丹，跟用神兵切菜一样丢人。我现在只会切菜，等活下来，再学做大宴。不当场结钱。灵谷峰与天宝阁的大仗，不是你我能问的。新来的，灵谷峰临时杂役，替方仙师搬货。天宝阁买米，执法堂护仓。所谓公与私，不过是他们换着用的2块牌子。主人亲自下山点名要见你，进去后问什么就答什么，少一句都担不起。是因为张大哥炼的丹吗？灵米送完了，走，我带你去里坊淘宝。小红好像遇上麻烦了。丹房的人找丹童再正常不过，太阳落时前纸车不用就浪费了。你亲眼看到张平安只用5色花炼出聚气丹？是，他每炉比例都不同，会先看花瓣，再让我调火。我们照他说的方法试了370炉，全都炸了。不是固定丹方，他能看见每一朵花里的差异。张平安在铃木长老手下种田，为一张聚气丹方得罪铃木老怪，不值。那便任由秘法落在一个杂役手里。他若再来炼丹，先别惊动。小红，你继续陪炉，把他每一个动作都记下。是。仙师，若他问我为何换了丹房，你只需要记住，是谁给你饭吃。拿着，知道的太多，又不肯拿钱，主人才更不放心。里坊不归真武剑宗独管，规矩少，假货也多，眼力够好，垃圾里也能捡宝。仙师要买不起，看看也能增加修炼动力。客官，仙界的蟠桃种子吃了能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庚啊！这里一半是骗子，另一半是还没被揭穿的骗子。黑鸦木产自瘴气恶地，最适合布置召唤阵。这黑鸦木多少仙币？100仙币。平安借我20枚。您若忘了还，我又不敢上山追债。
明年灵田还归我管，我会欠你这点钱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嘿嘿，黑鸦木本就属阴，布案阵正好，24根，1根不能少。嘿嘿。祖传遗迹所得，每一本都能惊动天下。连烧火都嫌吵，你要100仙币。一枚，给口饭吃。半枚。破烂就算了，怎么只剩7个字？你还能更敷衍吗？至少10字完整，方向没错。真是炼神功法。7个残字换1部完整秘法，这笔账本王迟早从你身上收回来。只要别说仙币，什么都好商量。灵气强，神识会自然增长，但神识并非灵气附庸，也能单独修炼。同样一把剑，我能在你发现我之前出手，这比单纯多几分蛮力更值钱。若能再细10倍，我不只可以看见杂质，还能在成丹前逐粒剔除。丹炉和炼神术，正好是一把锁和一把钥匙。不是看不见，是看见却不让心跟过去。路是对的，只要时间足够，神识也能像灵气一样一层层练上去。黑鸦木果然能引暗界生物。门开了。这不是召唤材料，木头里面本来就有东西。我只是布个小召唤阵，这东西不是我养的。查木头，邪念藏在木纹里。他在等人给他开门。私修邪阵，关入执法堂，与他有关的人一并清查。方小胖呢？你的靠山惹了大祸，罩不住你了。明早前滚出灵谷峰。欠我的20枚还没还，又给我留22根催命木头。墓里藏的不是残余阴气，是一缕会等人开门的活神石。幸好方小胖只带走2根，若24道全行，灵谷峰未必压得住。方小胖看见材料，我看见危险。谨慎不是少走一步，是先看清脚下有没有坑。若找不到回去的路，我会不会永远困在自己的神识里？当年被扔进死人堆，至少还能摸到泥土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证明自己还活着？我不需要抓住世界，只要还能知道自己是谁，就不会消失。
住了这么久，我竟从没发现。千峰大人，这是你留下的？若风灾提前，封门后可避3年。通风阵不可断，米缸记得装满，活人不能只靠运气。你没能用上的避难所，最后还是救了我。原来你见这里时，就给我留了位置。分神术，一半控制炉火，一半处理药材，我可以自己当自己的丹童。丹童会害怕，会分心，也可能被收买。自己的另一半神识不会泄密。你是老客人，炉子和寒烛都不要钱，只要你人来就行。铃木长老命我随时待诏，我不敢乱去。等长老点头，一定会来找你。那你最近少出门，等山上安全些再说。你究竟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大概是我以前炸坏的炉子太多，他想找我赔钱。方小胖不是布阵招来了邪物，是替木头里的东西打开了门。想进我的丹房，先问问这东西答不答应。左脑炼药，右脑烧火，没有配合卧叉，也不必把秘密交给第二个人。花里没有这么多灵气，是乾坤炉替丹药补足了天地之气。这种丹不是商品，是证据，除了我自己，谁都不能看见。魔族，救我！门快开了！他把我当成同类，可连金丹神识都进不了魔爪。我若报警，先被破开检查的一定是我。正道会杀我灭口，魔物也未必讲恩情，两边都不碰，才是活路。这次仙门炼气5层即可报名，我有族中长辈的介绍信，必能入选。不报名，永远是山下杂役；报了，至少还有1/26的可能。境界只是门槛儿，信上是谁的名字，才决定门往哪边开。19岁，双系5层，没有家族资源，能走到这里很难得。弟子想求一个公平考核的机会。种田、伐木、做饭，
炼丹。入外门以后，这些杂活不用你做。不介绍信，除非天赋无人可取代，否则很难够出手。10日内不要离家，考核组可能上门核验。就是他，五色花聚气丹，只此一人能炼。普通散修不可能这么快，更不可能自己悟出一张新丹方。他不是藏了一步，他会盯着每片花瓣临时改火，我照着记也学不会。会炼丹可以造假，种田增产和拒绝5万仙币，却很难同时作假。把人抓来问，不就清楚了？他报名入宗，正好可以名正言顺的查。没有介绍信，表大概第1天就进了废纸笼。所谓公开选拔，只是已经分好的名额办一场仪式。名单没背景还来报名，真以为县门只看本事，痴心妄想。第26名范无名。我入仙门了，从今以后我是仙人老爷。名单更正，第26名撤销范无名，改为张平安。令牌是我的，他连考核都没有参加，凭什么换我？宗门决定，不需要向你解释。你们说只要钱送到，最后一个位置就是我的。我不认识你，污蔑宗门，罪加一等。不是我从你手里抢的，可你站的位置本来是我的。规则能把名额给他，也能一句话给我。今天他偏向我，不代表明天不会踩死我。入选者只管谢恩，不该看的别看。明白。一入仙门，红尘路断。往后是成仙还是陨落，全看自己。我费尽力气逃离那里，如今又要以外门弟子的身份回去。师弟入山后前途无量，日后可别忘了大姚父老。昨天我卖单，他们说我违法，今天我还没正式入门，所有人便突然善良了。以后师弟若再做生意，提前知会一声，手续都好商量。仙义大人秉公办事，我当然记得。仙师请上山。衣服一换，他们便忘了我也砍过寒竹，挨过鞭子。不是我变了，是他们只认这块牌。这仙师，以前若有得罪，都是管事职责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王管事照规矩办事，我也只是路过。老鱼头，我来报道了。送钱的人叫顾意，高高瘦瘦，左眉有疤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便是同门。张平安、顾意，互相见礼吧。我知道你给李斯写过信，师弟最近乌云盖顶，恐有血光之灾。师兄还敢站这么近，小心我的霉运先找个替死鬼。李斯那种贱命，也配有人替他出头？有些信寄出去，会害死收信的人。他知道那封信，却不知道我知道多少。信息差就是我现在唯一的道。外门弟子领物资。
穷鬼进了外门，也只是穿道袍的穷鬼。袋子装得下东西，装不下本事。令牌等同性命，宗门任务出入山门领取月俸，都认他不认人。住得近，师兄才能及时替你挡灾。平安师弟，我是玄元门下首席诸葛云天，你的入门名额是我师父点头留下的，多谢师兄与师伯抬爱。先别急着谢，一个机会值不值得，要看你能拿什么来证明。玄元师尊正在玉清宫丹房等你。是。他想亲眼看看五色花究竟怎么变成聚气丹。听说你能用五色花炼聚气丹，确有此事。丹方给我，天宝阁为此损失多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一株无人要的杂草，可能改变整个外门的修炼成本。配方可以抄走，若师伯愿意推广，山下穷秀士也能多一条路。先别替天下人打算，配方若不能复制，你写的再漂亮，也只是一张废纸。你不怕交出丹方后再无独门本事？师伯想要，我藏不住。与其拿秘密赌命，不如赌师伯讲规矩。配方每一步都试过，五色花只会化成毒泥，此方根本不全。可我从未教过别人。仙门自有查证手段，我们给你10次机会，在这里现场炼制。若你炼成，外门身份名副其实；若炼不成，便是在用假丹方欺骗金丹。焚火炉价值100万，若因你乱炼受损，10条命也赔不起。弟子明白。 10次机会，开始。是。他为什么每次拿起花瓣都要停一下？他不是在背配方，是在听药材说话。开炉。第1炉就成了。 我们370炉全败，他一次便成。同样配方，为何只有你成功？我从小对草木变化比常人敏锐，花瓣含水多1分，火气弱1丝，我能凭感觉察觉。天赋，只比别人强一丢丢。你只在他做错时开口，不许碰炉，不许碰药。蓝黑花瓣晚2个呼吸，白瓣减半。 现在开风阵，先排杂气。配方是真的，关键在他的感知。从今日起，你们负责练，他负责开口。先别收，再等3个呼吸。现在收水，开炉。同一批花。 杂质也不相同，死背丹方，永远练不成。门派不会白养天才，我给你材料、丹房和丹童，你必须拿成绩来换。弟子明白，资源是借来的，成果才是还账。我的耐心有限，若你只会这一种丹，外门名额随时可以换回去。会炼丹只是能用，能替山门省钱赚钱才值得留下。死刑变成幻刑。 至少我终于有时间找下一张保命符。外门弟子死在外面，山门靠命牌确认方位，追查凶手。人在牌在，人亡牌碎。命牌感应杀意，他对你不只是有意见，你以后千万小心。他若只是恨我，我可以躲；可他想要我的命，我就不能只等着挨刀。 李四呢？张仙师，他已经死了，没人替他说话，故意又正逢外门考核，没亲自动手。李四当天夜里把自己吊在了柴房。带我去看他。我劝他为自己活1次，可他发现自己这一生
早已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人。家里收到钱，孩子就能吃饱。我在山上苦一点，没事儿。平安兄弟，别太难过了。李四兄弟走的时候，是我亲手给他收的尸。我以为告诉你真相，是让你别再被骗，却忘了那场假梦是你活下去的最后一根绳。不是你的线害了他，逼得他家破人亡，骗他一辈子的，才是真正该担责的人。这笔债不能算在一封信上。故意拿走的不是你的钱，是你以为还存在的家。大槐树村有人见过顾意的旧案。这话你不该告诉我。顾意若知道我听过，我也活不了。他本就会查你，你只需原样告诉他。我去过李家坟地，也来过李四坟前。以前没人敢问，所以他以为杀人不用还债。现在让他知道，有人开始记账了。两位仙师斗法，为什么非拿我这条杂役命传话？有本事的早进内门了，你们这群关系户还打算混到老死？天赋不好怪我吗？我一天吃100颗丹，气海也装不下。顾意，炼气7层，玄冥峰主是我伯父。谁不认识你？专骗砸以前的顾家废物。快坐下吧。19岁，炼气5层，山下散修。梅家族共丹，19岁双息5层。小师弟，你靠什么入门？种田，炼丹，顺便比别人多吃些苦。能从散修里杀进来，未来至少筑基。顾意若找你麻烦，先知会一声。我最爱看峰主家丢脸。这里没人是傻子，他们不喜欢我，只是愿意提前投资一个可能有前途的人。外门是内门预备，炼气圆满，完成任务，得到玄字辈师长认可，才有资格入室筑基。这顾意在外面冒充内门弟子，骗了杂役不少路费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伯父都嫌你丢人，你还想让谁怕你？他不是不可碰，只是我现在的分量还不够让所有人容忍我碰他。张师弟，别连5层都是丹药硬堆出来的。等等，你方才用了几成？全力。大概是玉髓强化过经脉，显得比普通5层浑厚一点。 5层经脉比我的10层还宽，你究竟吃过什么？幼时误食过一块玉髓，后来差点被人开膛取宝，运气好活下来而已。去。力量接近6层，控制却像练过几10年，双系修行还能有这种根基，难怪玄元师伯破格要你。只会切石头，真打起来未必有用。第一次是本事，第二次才像演的。 这小师弟藏得不浅。张平安，5层上品；顾意7层中品。这些知识，山下考一张资格证都要花数百仙币。肯学就好。山上大多弟子嫌基础无趣，最后连自己为何失败都不知道。磨练法让我看见本质，正统丹书却教我如何让别人看懂。要在玄元眼下活下去，2套都得会。 一种给所有丹师可重复的步骤，一种要求每炉重新判断。难怪他们拿到5色花配方也练不成。能看见5行，不等于懂每一种丹。玄元要的是炼丹师，不是只会一招的怪人。以前能练成，不是我胆大，是命硬。诸葛师兄问张仙师准备何时出成绩？材料、炉房、丹铜都已备满。猪笼草、水仙、蛇翼、白晶。 各准备20炉，明日开始。只是辟谷丹，这是丹童都练过的入门方，越是人人都会，改好以后才容易证明不是巧合。青鸟欺负我就算了，连乌鸦也看不起炼气5层。乌鸦只会叫，丹炉才会给答案。走，开炉。
师，辟谷丹会炸，但也没这么快。白晶压住水闸，却同时切断木器，不是火太旺，是循环在成型前就被拆了。玄元师伯说你是炼丹天才，这十几炉看着更像炸炉天才。每一次爆炸都比上一次晚，说明离答案越来越近。丹方没变，天地和药草却变了。流传万年的正确答案，今天已经成了错误。终于成了！每一颗丹都是一座阵，古方不是胡乱配药，是为了搭出这个水木火闭环。昨天不是成功了吗？为什么又改回去啊？一次成功可能是运气，我要找出每种药性变化的边界，让任何丹师照方都不会炸。你不是在教他们看五行，是把你看见的东西变成秤上的数字。只有能写进龟城的天赋，才会变成山门的利润。你最好不是用浴血峰的前庭相，请找一位没看过我炼丹的丹师，若他能独立成功，这些炉就没有白炸。药材成本降低40%，成功率却接近10%。此方若用于全峰，1年能省数十万仙币。你何时发现旧方有错？第一炉，但知道错在哪里，不等于知道怎样让所有人都做对。所以我又炸了10次。你为何选这种廉价丹？我刚学正统丹法，先从简单的做。辟谷丹销量稳定，原料便宜，即便失败，山门损失也可控。真正原因呢？功劳太小，证明不了价值；功劳太大，我一个5层外门弟子未必接得住。辟谷丹刚好。你比我想的更会活。只要你持续有用，玉清宫便是你的靠山。这不是承诺，是租寓。哪天不能赚钱，靠山就会先把我压死。新方以玉珠书封名义出售，你可得议程内部贡献，但不得私卖，不得属个人性命。弟子只求安稳修炼，不争虚名。不能再等，比试那天，他必须死。听说丹房那边昨晚炸了，月底新人比试，刀剑无眼，5层对7层，你猜我失手杀了你，会被关几天？若我失手杀了你呢？我伯父是峰主，你杀我会被剥皮抽筋哀嚎7日，你我命的价格从来不同。现在杀他，我死；任他一直活着，我早晚也死。我要找的不是能不能杀，而是怎样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该死。既然又回了玉出峰，陪老道去正阳宫坐坐。你看见的是湖，12万年前，那里是800里血海。谁能杀出800里血海？咱们供在祖堂里的玉虚导师，宗门说祖师荡魔济世，从没说过他连修士也杀。圣者写下的屠杀当然叫济世，正与魔，不是谁杀的少，是谁活到最后。我修灵眼，前看500年，后看500年。你第一次上山时，我在你身后看到滔天血海，像玉虚又回来了一次。师伯唯一看错的那一次，或许就是我。你看得见路，告诉我，我愿以魔魂起誓报答。
玄一说正魔由圣者定夺，可这东西若出来，最先死的仍是山下穷人。故意7层，你才5层，切磋可以自愿放弃，认输并不丢人。钱可以慢慢还，买你这条贱命，10万不贵。这次给你10万，下次呢？哼，你若懂事，下次自然还能谈。仙人比试还没开始，封主侄子便先勒索同门。我只是给他一条活路，刀剑无眼，谁也保证不了比试不死人。10万仙币我一枚不赔，头也不会磕。新人比试我接下来。平安，境界相差2层，不必逞强。认输只能换来下一次勒索，既然躲不开，就在演武场把账说清。擂台失守，最多关几日。只要人死了，丹方和靠山都救不了他。可他5层灵气已经接近6层，神识也很强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7层，正好让他也这么以为。比试那天，我第一剑便要他的命。魔王大人，弟子刚站稳脚跟，石枚不少了，够普通人吃几年。自然献祭，舍一得万。石枚换10万，说我刚才放1000枚。机会只来一次，穷不可怕，穷还小气才可怕。献祭前说规则，会伤到您老人家吗？交出去，可以避开这次比试。可他发现我拿得出10万，下次只会要20万，再下一次要丹方、宅院和命。有钱买退路，不代表退路真的存在。钱留下，人也得留下。我不会替魔物拔阵魔钉，只告诉他一条自己能走的路。他若真出来，仙山会替我杀他。新人切磋带这种东西，故意是来比试，还是来杀人？法宝也是实力，有本事让他也拿。8层修为，4品剑，3品甲，见血封喉的毒。看来不想活着走下擂台的人，不止我一个。任何手段皆可，误伤与死亡各自承担。过去只准点到为止，你收了顾家什么好处？真正厮杀没有公平，任何原因，最后站着的人就算赢。这是同门切磋，不是生死擂台。演武开始。现在跪下，还来得及写欠据。你那10万仙币，留给自己买棺材吧。啊，不是的，是借力挑偏，差半寸，普通剑已经碎了，运气而已。5层神识能跟上4品剑，小师弟还藏着多少东西？七星剑自带4品杀阵，一旦成阵，筑基以下很难脱身。技巧能骗过一剑，骗不过一座阵。我要让所有人看着你被切成碎肉。北斗七星共尊北极，阵有7星，却没有主位，因为真正该站在那里的人躲在了阵外。我的七星阵为什么听你的？剑认主人，阵法只认位置。你有宝物，就连自己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法宝叛变了！顾师弟快向自己的剑刃说！
开左肩是假刺，右腕内扣才是杀招。连续3剑后必护住腰间纳袋。他没有章法，只有剑。若同境界故意穿10层甲，也得被他拆了。顾一脸上没有怕，他还没出全力。炼气8层，他报名时隐藏了1层。8层对5层，这场比试应当立即终止。规则已经宣布，临阵突破也是本事。地上的虫子躲得再快，也只是虫子。你不是会算吗？算算自己还能躲几剑？我认输，认输有效，停手。比试尚未结束，任何人不得入场。太早躲，他会改变位置；太晚躲，我真会死。再近一点。你早知道我要落在这里。我只知道，贪心的人看见猎物，绝不会在最后一刻收手。停下！地下有东西！魔爪不是封在山外吗？为什么会在演武场下面？同类，我出来了。救我！是郑平安，是他把我引到这里。你早就知道。李斯和李家满门也曾这样问过。顾一的本命牌碎了。你答应告诉我生路，这里为什么全是仙人？我只告诉你出口，从没承诺出口外是什么。轩辕师伯出手了！先活过今天，我才有资格查那一天。你这个骗子！他临死还锁定我的神识。先活下来，丢脸和解释都留给活人。魔王大人送的东西难看归难看，关键时刻真不骗人。那一天不是天灾，有人在村庄上空使了流星剑。张师弟，快离开！残余魔液还会腐蚀灵气。魔物偏偏从他脚下出来，先杀顾意，又追着他喷毒，一定是他故意招来的。演武场由谁维护？
地下封印为何失守？不该先问裁判吗？此人来历不明，还与清风同住过。先抓回去搜魂，一切自然清楚。弟子是外门，不是任人处置的杂役。师姐要抓我，总得拿出证据。谁敢动我的人？你当年连徒弟会死都没看到，谁还信你的灵眼？我看不透金丹，却看得清你。再往前一步，你今日便会先断右臂。师弟，你一个等死的人，还要为陌生小子得罪我？张平安有最大嫌疑。谁看见他破风了？谁看见他与魔物沟通了？谁又能解释他为何也被腐蚀液打成重伤？可顾意确实因魔物而死。按您亲口定的规则，任何原因，最后活着的算赢。故意死于地下事故，与我何干？没有证据便要搜魂，你们把外门弟子当什么？他以前只是杂役，现在他是真武弟子。杜峰为何死？你师父最清楚。玄天放兽设局，以金丹符偷袭，他才是真正凶手。杜峰以下犯上，重伤我的兽种，死有余辜。指控平安师弟，可有证据？没有，但他很可疑。他刚替玉雏峰改良丹方，是我们的外门弟子，没有证据谁也不能动。我们走。方仙师，比试还没有宣布结果。顾意死了，演武场也毁了，还比什么？您开场说过，任何手段，任何原因，最后站着的人就算赢。顾意不在了，我还站着。规则，规则！姓方的，规则是你定的，总不能故意占便宜时有效，他死了便作废。您还举过例子，说天上掉流星把对手砸死也算赢。今天没掉流星吗？大家可都看见了。算你赢。还少一只纳乌带。你手上拿的就是。那便齐了。多谢方仙师秉公裁决。顾意若泉下有知，怕是还得再死一次。李四，这次不是全部，只先收一点利息。连验都不验，不怕我下毒？师伯若想杀我，一根手指就够，不必浪费好丹。杜峰，我唯一的徒弟，也是把你从死人堆里带回玉主峰的人。他性烈如火，不肯学我的灵眼，偏爱流星剑。整个玉冲峰，只有轩辕和他最善此术。毁掉你村庄的那颗流星，是杜峰的剑。他为什么出现在那里？蜘蛛逃进你们村，杜峰的流星剑紧随落下，两股力量一起把村子夷为平地。所以他不是来救全村，只是在一切结束后，捡回唯一还活着的人。他知道自己闯下大祸，回来时已经倒心大乱。杜峰刚带张平安回山，便遭玄天以金丹剂符箓偷袭，气哭神散，数日后死亡。玄天随后给他扣上滥杀百姓、忤逆长辈的罪名。所有人只记得蜘蛛重伤，没人再提杜峰为何去追。玄天以风化为由，封存了全部记录。蜘蛛逃跑后，是谁通知杜峰？还通知过谁？不知是谁，也没有第二个人收到消息。玄天的受宠失控，最该先知道的是玄天，可他没有追，反而提前备好能杀筑基巅峰的金丹符。杜峰一出现，符便正好等着他。鬼面蜘蛛不是灾难的终点，是有人放到棋盘上的第一颗子。
妖兽屠村，玄天师叔不在，速去救人。杜峰，你纵剑屠村，还敢伤我兽宠？若只是兽宠意外逃跑，哪会每一步都让杜峰最难选择？救人便会落单，出剑便会伤民，收手便让蜘蛛继续杀。杜峰最后也意识到不对，可他先毁了村，又身受重伤，说什么都想退罪。全村人成了逼他出剑的诱饵。我被带回山，是这场局唯一没算准的活口。他用一只蜘蛛杀村民，杀杜峰，再把所有罪都写在死人身上。这不是天灾，也不是误伤。我怀疑了很多年，3次冲击金丹就是想取得与他公开对视的资格，可我3次都失败了。查真相还需要境界，没有实力，证据只是一张任人撕碎的纸。玄天是筑基巅峰，又有峰主支持，我现在连寿命都所剩无几。你今日能借规则杀故意，不代表同样的局能杀玄天。金丹之下碰他，只有送死。杜峰，你救我一命，也毁我全家。被人算计能解释你为何出剑，不能让死去的人重新活起来。我不原谅你，也没有资格替全村人原谅。若要冥界，你自己去向他们求。但你已经死了，你欠我的债到这里为止。我不会砸你的牌，也不会拿你的师傅出气。活人的债由活人还。放出蜘蛛设局杀人，让全村陪葬的是玄天。从今天起，我找他。你刚杀故意，已经有人盯着你。玄天是筑基巅峰，背后还有峰主，你拿什么报仇？所以我不会现在去。我不是杜峰，不会因为愤怒走进别人准备好的陷阱。金丹修士杀死金丹以下者，无需偿命，无论死者身份多高。原来只要够强，杀人便不叫罪。规则保护的从来不是公平，是制定规则的人。你若想杀玄天后还能活，自己至少先成为金丹。那就金丹以后。别让仇恨催你送死。我想让他死，更想亲眼看见。所以在能杀他之前，我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命。张师弟，顾逸师兄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弟子当日只是运气好，幸得玄一前辈与诸葛师兄及时相救，才捡回一条命。天上那一剑，你看见了？弟子只见一道流光破云，原来这便是金丹神通。知道仇人，不等于有资格报仇。现在冲进正德院，只会给玄天多一具可以改写罪名的尸体。故意的账结了，下一笔从今天开始记。疗伤丹承丹率提高3成，避毒丹少用2味贵药，效果反而更强。张师弟关系本封丹业，没有师尊手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审问、调动或搜查他的宅院。河山不是恩情，是我用丹方租来的盾，盾还在，我便有时间变强。金丹以后，你才有资格按他们的规则讨债。玄天，你可以继续做高高在上的仙师，我会种田炼丹修神识，一层一层走到你面前。金丹之后，我们再算全村人的命。路才刚刚开始。